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东。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那今天花莲市为了光复，整个要灾后重建，但发生了一些的冲突，不只是肢体冲突。那议长张俊生活直接踢了傅昆萁的桌子。OK， 好，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些冲突？那灾后重建不是应该大家同心协力吗？好，那一定有它一些的氛围。那这几天你会看到有一系列，有很多的民调出来，整体来看的话，包括赖清德总统，包括民进党的民调是有回升的一个趋势。那对于在野党来讲的话，民调似乎有往下一些。赖清德到底做对了一些什么？在野党的一些人有做错什么吗？那个民调是超过3%的误差，那为什么会这样？好，有人就会说，从花莲的事情一路上到现在，最近出现你说在台中发现了猪瘟，当然到底来源是什么，大家还在查。可是处理的过程，从10号开始，14号、20几号，一直到今天27号。那中间有几件事情，到现在大家可能还在厘清。第一个，那个兽医师，大家从第一次听到的兽医师，现在发现兽医师的名字蹦出来有3个。那到底是有没有兽医师到了现场？那是动保处的呢，还是特约的呢？还是都不是兽医师，是个兽医所呢？厨余的处理的模式又会是怎么样？那包括如果要是死猪的掩埋的方式，中央说要火化，但地方是不是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一些能量或什么，是不是用掩埋？这是不是都造成了很多？因为当然唯一的好消息是到目前为止，你看到陈忠政委出来开记者会，那没有扩散的一些迹象，可是我们还是要通报嘛，因为已经确定是非洲猪瘟。通报了以后，那包括大家知道，现在禁运呢要延长10天，这是一定要忍受的状况，因为我们要在3个月以内都没有任何一些病例，才有可能通报我们从疫区是不是能够除名。可是这过程当中，所有一些的处理，它出现了一个就是中央跟地方之间在看待所有事情的时候，包括态度，包括所有这些。来，任俊，先看一下我刚刚一开始讲兽医师这一段，因为现在大家要厘清嘛，就总是所有的事情要厘清，不是说要大家各自中央地方要找茬，可是总是要厘清嘛。卢妈一直讲说，中央跟地方大家一起，那要防疫啊，要做得好。先看一下，这一段就是到底那个兽医师是哪一位到了现场，有没有亲自看过？先让你看一下，来。那我们今天细针是按这个按场的这一个猪场是在10月14号，事主也有特约的一位兽医师在场。那么我们的动保处的人员跟特约兽医师对于现场那个特约兽医师已经在做医治哈，做诊疗，那也给他吃药打针等等。那现场跟兽医师一起在检视整个猪场，都发觉没有这个所谓典型的这个非洲猪瘟的征兆，所以我们就是认为它没有这个非洲猪瘟的一个典型症状，所以我们没有做这个采样的动作。我们的人员所联络的这个兽医师是王姓的兽医师是没有错的哈，不是季姓的兽医师以上。我想这个判定 APP 在10月14号，判定者是动保处的我们的领有这个执照的兽医师，他所判定的哈，这个第一点的说明。那第二点就是有关于这个王姓的这个兽医师他是没有这个职业执照的部分，事实上我们在案发大概在3天左右，我们就已经有掌握的以上。从头到尾都是跟这个王姓兽医师的联系吗？根据我们有请猪农的这个亲生，我们来跟他约询哈，他是有讲到，就是说有生病的征兆，然后他有这个跟王姓兽医师有做联络，王姓兽医师跟季姓兽医师都以目前的我们问的这个笔录，他是没有到现场。来，任俊，帮我梳理一下，就是到底有没有兽医师到现场，是哪一个兽医师，然后中间还包含有一个不是兽医师，是兽医佐，到底是怎样啊？我知道来宾不能够反问问题啊，但在座哪一个人听得懂？
在做哪一个听得懂？可是你就是要帮所有的观众，所以为什么要请你们来？要帮观众梳理出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来，为难你了。我尽量用我的小脑袋。好，如果有错，请大家赶快帮我补正，因为这一题真的太难了，你知道吗？首先，我对于这个刚刚农业局的那个说法，说案发后3天他们就掌握，我直觉讲你胡说八道。案发后3天，请问你的案发是哪一天？10月10号吗？不是。一定不是啊，因为他那个记者会听起来那个20号的记者会讲的就不是这样，所以一定不是10号，不是10号吗？对，那也不是10月14嘛，应该也不是嘛，因为你说你们去了，还有你们这样，为什么我明白讲不是10月10号，不是10月4？因为你10月22号的时候还把兽医师的名字搞错，对。所以我就讲啊，这整件事情，你刚刚主持人说了一句说真相就是要厘清嘛，对啊。你刚刚听了这么多的说法，你只有觉得满头问号而已，厘清什么？我用我的小脑袋再试图还原一下了啊。整件事情最大的炸锅，其实来自于是台中市政府一开始就说能做的都做了，那你到底做了什么嘛？这整件事情其实到现在有很多的疑点。老实讲哈，你今天真的出现了非洲猪瘟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所有人无力挽回，因为它已经发生，但大家希望能够做到叫做损害控管。所以为什么这上面的时间点这么的重要？如果今天有一个环节，大家没有说今天因为我能做这个，好吧，你要我到场，我来都来了嘛。这种的心态跟那种消极性的应付的心态，跟你正式很认真的去面对，我认为有差别。包含到我刚刚提到这整件事情为什么后来会变成突然大家觉得本来是一个兽医师，怎么突然变2个兽医师？再来是出现有3个兽医师，接下来告诉你，这3个里面有1个不是兽医师，叫做兽医佐。好乱。很乱，对不对？我不知道台中市政府自己知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因为很简单，你们10月22号的时候开了个记者会，直接告诉大家讲说，这个厂主呢，就是这个养殖场的厂主，他在10月10号发现猪只死亡的时候，就有联络他的特约兽医师。这中间大家也没有质疑啊，为什么？我们相信官方嘛，官方你经过调查这么慎重的事情，你怎么可能胡说八道？结果我们就真的胡说八道。后来炸锅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个养殖场的真正的兽医师姓季的这位特约的这位，对，特约的这位季姓兽医师说，等一下，我从头到尾我没有到场过呢。你们怎么会讲说我还开了处方签，我还用了药什么什么？这个兽医师直接讲我根本没去。这时候台中市政府好像突然醒了，你知道吗？突然发个简单的说法，说10月22号那天不小心误植了。你在误植什么？你在误植什么？结果这个季姓的兽医师还讲说，他今天告诉我误植了，所以我谅解了。我老实讲，这跟你们有没有谅解，是你们两造之间的事情嘛。但现在对很多人来讲，你台中市政府这么慎重的开记者会，而且你那一天早上3点钟还为了这个117头猪死亡，你们另外杀了多少头猪？就200-300头猪都因为这样死掉了。结果你到最后好开始各方说法开始斗。你有没有发现，我其实从时序一开始，台中市政府的说法，我们就开始讲。到了这一个季姓的这个兽医师说我根本没出现的时候，台中市政府开始出现转圜了。他说什么？对，我们误植，我们查过之后确定他没有到场。结果到场的那到底是谁嘛？你22号开的记者会到底是谁嘛？好，结果他说什么？他说呢是这个养殖场认识的另外一位兽医师，当时他还用兽医师刚刚你画面上面他也讲兽医师。结果说那好吗？那总有个兽医师吧？突然不对了，为什么？这个人呢，他有专业技能，他有专业常识，但是对不起，他没有考兽医师的执照。所以按照法规来讲，他叫做兽医佐。他可以贩卖动物用药，但是他不能开处方签。你再回顾一下台中市政府第一次记者会怎么说的？因为已经有投药。因为已经有投药，而且到了现场去的时候，你们也发现情况有好转，所以呢，你们没有采样。他当时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大家在质疑说，你们去采样是不是有饲养场的场主跟你说不让你采，所以我就放弃？没有，你台中市政府在当下的解释是说，我们也有去啊，发现已经有好转啦，而且呢，这个猪只有这个情况，所以你们研判不是。那我就问嘛。那你第2次出来说明记者会，你也在胡说八道啊！现在台中市政府已经说法说，那个王姓的那一个兽医佐，就是所谓给药的那一个
叫做密医，是不是密医误诊？你当我们在开玩笑吗？你现在轻轻松松说了一句密医误诊的这件事情，好，到了刚刚最新的出现了，台中市府长再解释啊，不是，当天我们有自己的兽医师去了。姓赖的吧，因为姓赖的是，我们有自己的兽医师去了，而且我们当场经过研判，也认为说不符合，这是他后来讲的嘛？那请问责任是在那个寄信的兽医师跟他无关嘛？对，因为他从头到尾应该说他从头到尾不知道这件事，对嘛？那问题是在请问那个王姓的兽医佐现在就是确定嘛？王姓兽医佐有到现场没有？没有。来，更有趣了，这是电话问题。真的主持人太聪明了，你知道吗？因为大家一直很纳闷嘛，你台中市政府会开记者会讲得这么清楚，表示你应该了解过，而且如果你当场你自己的兽医师有去，你应该会跟人家那个兽医师对到嘛，会讨论一下嘛？就没有，你们没对过。那用药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如果你当场你自己的兽医师有去，你应该会跟人家那个兽医师对到嘛，会讨论一下嘛？就没有，你们没对过。那用药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这药到底怎么来的？好，那更好笑了。这个养殖场的场主说，那个药是我以前买的，我以前买的，所以以前买的，你现在发现他生病，你就赶快先给他吃药吗？那你到底拿什么东西给他吃？没吧？老实讲，就你，因为后来我觉得最荒谬的是，台中市政府自己公开讲说，因为研判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嘛。对不起，我那什么肺炎的那个，对，就我们就只记得肺炎，我们不是搞医学的嘛。你们搞出一个专有名词，讲的振振有词。现在麻烦了。现在跟你讲说没有啦，我跟你讲其实那个2年前他买的药，好，那大家开始觉得莫名其妙了。那你到底怎么诊断肺炎呢？好，现在开始出现各种奇怪的说法。一开始说那个猪只有没有异样，你记不记得？大家在谈论说你那个非洲猪瘟的时候应该有各种状况。对啊，一下说什么猪没有流鼻血，结果那个饲主说有，其实我们一开始有发现猪有流鼻血，那到底有没有流鼻血，我也不太懂嘛，我也不懂嘛。因为你们有很多种的研判，到最后一个市政府出来开记者会，而且是全国为了你，本来5天，现在再加10天，到11月6号之前，全国禁载禁运。为了几个兽医师的这个，到底谁在那里搞事情，没人知道。好，还有一个什么？为什么没有通报呢？为什么是化制厂觉得有问题啊？我们那天解释过化制厂嘛，因为它太复杂了。总之，化制厂那边在接受到这个异常猪只死亡的时候，它有一个自动通报系统，会通报到中央去啊。那结果呢？现在也搞不清楚。说你今天这个台中市政府，所以我刚刚第一个问题就问说，他们刚刚在那个访问带里面讲，我们案发3天就有掌握。你跟我讲你是哪一天？你最少到10月22号，你都还在胡说八道啊？对。那如果是10月22号，你都在胡说八道，然后到底是不是那个寄信的兽医师，真正的特约兽医师出来跟你讲说，我没去啊？那应该是10月25号左右的事情。是不是25号之后你才发现到，往后推3天，你们才发现事实的真相跟你们原来讲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包含到我刚刚讲通报这件事更好笑了。通报这件事情说，因为那个养殖场的场主年纪大，他不会用网络。因为80几岁嘛，对。那他以前是怎么用网络的？他是不是有用 email 有寄过一些信函去给你的市政府？就你今天为了要把你前面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把它兜起来，现在开始出现更多奇怪的事情啊，包含到今天到底有没有列为他之案啊？是不是有找这个王姓的这个兽医佐去啊？那看起来台中地检署说这个报载的进度我们目前没有这样。但我就讲嘛，对许多人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发现猪瘟呐我知道有一些这个国民党朋友或其他就说你的境外管制不确实啦，你们今天这个有漏洞啦，我都承认。老这样我也不觉得这是对的啊。那当然漏洞要补，可是我觉得大家更在乎就是说，你在10月10号一直到你台中市政府10月22号。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切10月22号？因为10月22号的时候，台中市政府还在胡说八道啊，那整个的说法是都不拢的。到了今天，更多的他为了要解释说为什么没有这个，为什么没有那个的时候，开始连说因为他年纪大了不会用网络，不会。那我就问嘛，那全台中你是不是告诉大家，
其实对不起哦，我们要医化，我们都用网络，但我们跟大家承认一下，我们很多养猪户其实不会用网络，所以网络哪里的网络嘞？我们通报那里的通报嘞？这是事实。不，我懂，这是事实，那就代表你有破洞嘛，对，你就是有破洞嘛。你在过往就知道说这是个事实，但我也不管，反正为什么？我们告诉大家，我们有网络很方便，你及时通报，我就及时去查。那结果即使他没有及时通报，他后来的你出现的状况，你去查也是错的一大堆的时候，就搞到今天为止。我相信我刚刚讲完到现在，观众朋友一定还是很多人搞不清楚，到底几个兽医师？到底这个猪有没有流鼻血？到底这个老农会不会用网络？你台中市政府这几天从10月10号，你们说不要10月10号，10月14号好了啦。你们派员到现场去，一直到22号，一直到今天还在解释那个过程。请问台中市政府，你们到底搞清楚了状况没有啊？所以这整件事情就讲说，因为好了，非洲猪瘟不会在，因为我们早就已经好不容易从疫区除名。所以它理论上它不会在我们的自己的境内嘣的一个蹦出来。那但它是怎么来的？是从海关的进，是从走私的，是从邮寄的。今天大家还在讨论，就是有没有一个邮寄的漏洞，包括跟中国大陆之间有没有类似这样一些破洞。那政治的效应你已经闻得到了，包括民进党立法委员王一川直接点名要台中市，包括环保局长农业局长、环保局长下台，然后卢市长要道歉，然后国民党的首席副书记长李佩祥直接点名要中央的农业部长还有财政部长，因为海关归财政部管，那他们直接点名这2个，那也一样要下台。政治效应显然已经出来，可是大家要看的就是这整件事情的处理。老百姓最在乎的是我的生活不要受影响，好歹到6号以前禁载禁运的时候大家都受影响嘛。那接下来就是处理的过程，2个字，态度上到底是怎么样？来，我刚才讲到的是兽医师，好了，简单的说，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兽医师到场过，应该就是动保处的那个兽医师。如果照目前，我只能说照目前今天记者会听到的应该是这样。那王姓兽医佐那也没有到场，那季姓更不要讲，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所以他是在网络上面一直不断的喊，有人说关我什么事，我根本就也没到场，也没过街。那除了这个以外，来吴真，一个是兽医师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厨艺的问题。刚刚讲到有没有，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拿出过那个法令给观众朋友看，其实在110年开始，原则上在中华民国境内，就是我们的台湾所有地方呢，养猪户是不能用厨余，可是你200头以上有一些特别的规定，什么 OK 你是可以用。那所以显然有一些地方是可以用，台中也是，可是它包括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的规定，你要照做。那这部分包括在除，也是大家现在在讲的一个重点。我觉得非洲猪瘟，我们当然是全力防堵嘛，中央地方一起合作。所以其实过去这个周末，包含中央已经盘点访查了全国5400多个养猪场，现在还没有发现另外有异常的死亡状况。可是我们要包含禁载禁运持续到11月6号，我们真的很希望可以把这一波是不是可以守住。可是现在看起来，就是我今天早上看记者会，从昨天到今天，我看新闻都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台中市政府真的让我心里面产生5个字，就是到底你搞什么东西嘛？你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到底在玩什么？因为我真的要讲，这从头到尾是台中市政府自己的说辞，台中市政府自己的说辞，他自己打脸自己3次，第一次是我再快速整理一次啦。因为第一次是一开始台中市政府说，我们有这个，因为什么？当时14号没有裁剪，因为我们有案场的特约兽医师就是季医师到场已经用药，他认为不是非洲猪瘟，所以我们不能裁剪，没有裁剪。然后后来过了2天，给第2个说法，说搞错了，不是季姓兽医师，是王姓兽医师，是另外一个兽医师。然后呢，到了昨天又第3个说法，说这个不是王姓兽医师，是王姓兽医佐。那王姓兽医佐有到场但是他认为就是他判断了不是，包含前天就是前天卢秀燕自己开记者会，他说有专业的兽医师经过专业的评估，这是卢秀燕市长告诉大家的。结果今天最新的消息是没有，王姓兽医佐也没有到场，从头到尾是这个猪农这个阿北打电话跟王姓兽医师讨论，然后
对，兽医佐。然后阿北说，他觉得他根据30年养猪的经验，他自己判断应该是肺炎，他就回去找了2、3年前的药出来自己打一打，也没有跟王姓兽医佐买新药。所以你就觉得说，到底怎么一回事？就是怎么会？我们只要求你说，你到底告诉我现在状况是怎么样？为什么这么曲折，这么离奇？那到底是真？我现在也开始怀疑了。说真的，那10月14号的时候，这个所谓你们现在说动保处也有一个兽医师到场，他评估不是非洲猪瘟，真的有这件事吗？因为太多资讯一直变来变去了，包含他们一开始讲说什么按场主拒绝采访，场主拒绝让人进去，对不对？现在看起来也没有啊，场主就是说我自己看一看、瞧一瞧，就给药打针了，就这个样子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台中市政府，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卡是国民党上礼拜做的，国民党当时也沿用台中市政府说法嘛，说第一时间10月14号，因为特约兽医师认定不符合猪瘟，所以我没有办法根据法律，我没有办法强制裁剪。这国民党上礼拜讲的嘛。可是现在看起来，国民党引用说法也错了，所以台中市政府狠起来，连自己人都骗了。那这个是这个猪瘟疫情的部分。那我们再来看厨余的部分，因为现在根据环境部他们有去盘点这个资料啊，就是说其实。刚刚武哥有讲到嘛，我们现在你要用厨余养猪，你要这个90度高温蒸煮最少1小时，而且中央规定是说，好，你有蒸煮的话，你每天要上传照片、影片，证明说我真的有做。好，那根据这个资料呢，这个场主他5月的时候有上传了24次，24次这个蒸煮的影片、照片。那6月的时候就剩8次，到7月剩1次，到8月就0次。对，然后那按照中央的规定啊，确实因为今天有人说因为是没有罚则，对，可是按照这个整个作业的要点呢，你地方的主管机关，当他没有确实执行，你掌握到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每个月去稽查一次。那根据记录，台中市政府的这个环保局是6月跟8月有各去应该5月跟7月，对不起，5月跟7月各去稽查1次。所以，那这又跟今天的一些说法对不起来了，因为包含台中市政府说因为这个猪农年事已大，不会用网络，可是他5月还上传24次啊，6月8次，7月1次，8月0次，那也没有道理人老化的速度这么快吧？5月还会用网络，6月、7月就不会用了，这听起来也很不合理啊。那也没有道理人老化的速度这么快吧？5月还会用网络，6月、7月就不会用了，这听起来也很不合理啊。那再来是说，你应该每个月都要去稽查1次嘛？那你5月有去，7月有去，可是你6月、8月就没有去了。会不会5月的时候是那个什么养猪的的孙子啊？帮他传，不也有可能嘛？这也是一种方法嘛。总而言之，你有上传嘛？那本来你有上传，后来你慢慢开始就不传了。但这就是你地方主管机关要去稽查、去辅导、去劝导嘛，说你还是要传嘛，然后确保说你这个猪场到底有没有高温蒸煮，才不会有所谓的猪瘟病毒没有杀菌完的问题嘛。那现在看起来，你台中政府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所有该做的事情全部都做了，可是没有啊，你基本的每个月去稽查、去劝导、去确保这个养猪场到底有没有高温蒸煮厨余，其实现在没有啊。所以现在我们没有人有办法确认这一个猪场它到底在案发之前它是不是有如实高温蒸煮，因为我们没有稽查的记录了，也没有这些上传的记录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样把时序稍微拼一下，我觉得会得到一个非常觉得惊悚的这个印象啊，就是说从台中市政府的角度，理论上按照台中市政府拥有的资讯。我知道我台中无期有一个猪场，然后我台中市政府环保局的资讯是，我知道这个猪场开始6、7、8月，他就开始没有上传这一个蒸煮的影片了，所以6、7、8月的时候，我已经慢慢开始无法确认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在高温蒸煮厨余了，所以他有风险。然后10月10号这个猪场开始死猪，然后到10月14号这个猪场大概死了50几只猪的时候。我派人因为这个包含什么影像系统监测异常啦，这个王姓兽医左右打电话通知动保处啦，我派人到现场去检查，结果已经死了50几头猪，竟然也不裁剪，然后搞到10月20号，最后又通知一次，这个系统又通知王姓兽医左右打电话，到时候才再去，这个时候已经死了117头猪了，然后这个时候最后才裁剪。然后裁剪了以后呢，样本是用快递的，隔天10月21号，送到农业部这个试验所去验出来说非洲猪瘟阳性。
所以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怎么会这么散漫，然后这么真的是我不知道是真的是用搞什么东西，你怎么会如此漫不经心，甚至一问三不知，然后说法一变再变。所以我只能说，我最后这给我一感受就是说，想到管理学上有个理论嘛，就以前柯文哲很喜欢讲，就乳酪理论。就理论上你有很多层环节，每一层都有一个保护网的时候，如果一个环节有洞啊，不会整个穿过去，那就像乳酪一样啊，除非你好几个洞全部都刚好都在同一条线上，哒哒哒啪，这样就穿过去了。那问题，台中市政府这次的危机处理，就让我们看到这种状况啊。你一开始前端没有确保猪场到底有没有高温蒸煮杀菌消毒厨余，然后再来。当厨余这个猪瘟开始猪场死猪的时候，然后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是特约兽医师检查没事，就现在发现从头到尾没有兽医师到猪场实地检查过，然后最后是那已经案发出来，全国都知道有非洲猪瘟了，然后你到22号、23号、25号、25号、26号都还在一直给我们错误的讯息，到现在一改再改，我们甚至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最新最正确的版本，所以这3个错误加在一起，就让人觉得说，台中市政府对这次的危机处理是完全脱轨的。那当然，今天媒体上报道，就今天后来爆出来第3个兽医师，是台中市政府的公职兽医师。OK， 那14号是他去，20号验出来也是他去，那14号他觉得没有流鼻血，所以可能状况不是这样，所以中间一路上这样。来，淑慧，我们要不要先就前面这段？应该这样说，我跟你讲，到底为什么会发生非洲猪瘟？其实这一点你没有办法完全要去苛责台中市，因为非洲猪瘟大家都觉得我们不是疫区，那理论上都不会出现，但它就是出现了。出现以后，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在后续上面作业。我们前几天在节目里面的时候，当然也有来宾讲说啊，卢妈在那个14号开始到中间20号，她还有在国民党之后还有在党主席选举啊，她还有跟一些参选人啊我就跟他讲不是啊，持平讲，因为那时候市长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啊，因为那时候不都以为他是什么肺炎什么那些，这个你当然没有办法去苛责他。整件事情，我相信中央跟地方，你不管赖总统或是卢市长，他一定都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尽快把它解决掉，不要有任何扩散，不要有什么。但是还是要去看所有处理的方式、态度各方面。光刚才讲的兽医师或厨余的所有这些，你觉得？我先讲农业局哦，为什么会出一个荒腔走板的新闻稿？事实上，那个新闻稿哈，确实是。是有责任啊？为什么他会写说，有寄信医师的兽医的新闻稿？那个新闻稿就完全按照 SOP 写的。它为什么会有那样的 SOP 啊？大家如果知道我们养猪户的 SOP， 就是每一个畜牧场，不管是养牛、养猪啊什么畜牧场，它必须依法有一个特约的兽医师，一年大概要付个3-4千块左右。那如果你的这个养猪场里面有猪只异常死亡，第一件事，猪农必须要去观察它的死因，发现说，怪怪的，他就应该打电话给他的特约兽医师，请特约兽医师来看，然后真的有状况，他再通报当地的这个地方的主管机关，譬如说农业局之类的。他的这个畜牧场诚信老农的这个畜牧场的特约兽医师就是寄信兽医师，可是他没有打给他你知道老人家都会习惯。他就习惯打给他认识20几年的这个王姓的兽医所，因为这个王姓兽医同时是疫苗厂商，伊拢有卖药啊，卖20几年，伊就是讲无我先打电话问这个我较熟悉20几年的这个朋友他就打电话问了这个20几年的老朋友这个老朋友就说伊可能迄猪可能是肺炎呐你这个饲药就好啊，个注药就好啊那你知道？老猪农他就习惯用自己的方法，他可能也没有意识到非洲猪，因为台湾已经是非疫区非常久了不管这就是一个这个集体的这个忽略也好这个集体的忽视也好老猪农可能也没有这样的尝试，他就用他过去习惯性的他觉得他也有职业的专业嘛他就给注油只是越死越多以后，他才赶快通报这个动保处，然后动保处来的时候就开始有进行裁剪了，那已经是13号之后，然后接下来14号嘛，第一次动保处人到是14号，然后接下来就死很多了嘛所以其实台中市政府其实你说他后知后觉吗？他也要养猪农，要通报他才知道嘛要不然台中这么大，然后有这么多事情，如果养猪农第一时间没有够警觉，然后够及时通报的话。确实市政府是不会知道，没有那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有人力每天在那边养猪农，在那边巡，你有没有猪怎么样？猪健康吗？那是不可能的基层公务员是做不到的
所以这个陈姓老猪农哈，到现在他坦诚，他确实没有通报这个他的特约兽医师。可是农业局的问题在于说，那你是不是第一时间没有把这个疫调做清楚，你就按照惯性去写的那个新闻稿就对外说他有我们有这个特约兽医师，那你这个就是欺上瞒下了。你只想对外交代说我们有这个 SOP 我们这个 SOP 完全都有照着走。那这个是农业局的责任，因为你一开始让这个事情的焦点跟真相，因为有可能中间差这一点点，它可能会影响到后续所有的。你可能会让疫调的结果被模糊化了就是医生没有查出来吗？怎么什么的？虽然说对于后面的这个疫情的防堵，不见得有什么影响的可是问题是你代表说。你这个农业局的心态，你只想要说我们一切都按照 SOP，可是事实上就是没有这是一个。那再来就是刚刚大家一直在讲厨余的处理这件事情事实上2019年的时候，当大陆在非洲猪瘟的疫情升起的时候，台湾也有过一次的争议，甚至还开了一个国内外的研讨会，有关于厨余到底能不能喂猪。但最后为什么还是让它喂猪了？是因为厨余真的没有地方去。即便我们现在有几个做法，第一个发电，台湾已经开始在做生质能发电了而且不像林佳龙说了，台中没有，台中一直有，而且台中是全台湾第一个有生质能发电的，在卢秀燕上任的第2年就开始发电了发电，然后堆肥这些都在做，可是还是没有地方去所以之前那一阵子当大陆非洲猪瘟起来以后，我们曾经禁止过一段时间厨余不得养猪，结果就是有一些餐厅真的就直接倒到下水道去有这些乱象所以再一次的去讨论厨余到哪里去我们还是要为厨余找到一个地方。好，那再来就是这一次现在的厨余，目前因为厨余不能用嘛，就是烧嘛，就现在可是烧就是会有问题啦。对，所以现在是掩埋嘛，对11处，对，现在就是可能有一些还是烧嘛，对，那烧就是会有问题，烧你一定要把水沥干，要不然会有带药性的产生好，那再来一个就是这次非洲猪瘟的个案破口，目前为止是个案非常庆幸到底是不是厨余，其实还是一个问号，还是一个问号不过现在看起来，或者我刚刚就讲，现在已经变成直接到这边点名那边下几个，对，这边点名那边要下台几个，然后大家要互相道歉。现在已经进展到这样，可是回头就讲，连那个处理的方式，这个一定是就是讲说一定有 SOP， 对，只是大家有没有照 SOP 走，有就有，没有就出来这一部分真的确实有没有要该惩处，这一定就是这个样。对，只不过现在所有的政治跟所有大家关心的实际上的一些的真相，全部都混在一起了啦。我觉得先第一个是真的非常谢谢全台湾的养猪户，因为他们现在要延长时间嘛，好像变成是15天到11月左右，到10月6号。对，那现在目前为止，包括中华民国的养猪协会，还有云林的养猪协会的理事长都出来，就是说我们愿意配合，我们愿意配合。其实这整件事情，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是，台中市政府从头到尾都在说谎，从头到尾只有自己要卸责，没有把这个2000亿产值、150万人的这个相关产业链的生计当成一回事。我就问最简单的一个问题，请问无期这个发生非洲猪瘟的这个养猪场，从头到尾有几只猪？谁能给我这个答案？台中市你说那个通报的那个猪，病死猪的那个数目，好像大家还在理有多少头？到现在还都不拢啊！通报的那个猪，病死猪的那个数目，好像大家还在理有多少头？到现在还都不拢啊！我问你，他说是因为那一个化制厂然后化制，所以把事情爆开嘛，很有趣。说好像到10月20号，总计有117只死掉。就你知道化制厂化了几只？106只。那另外11只猪去哪里了？另外的11只猪去哪里了？好，再来一大堆数字，没有一个兜得拢。10月14号之前，他们说总共死了15只，53只。那到了那个20号117只，但突然又说不过10月13号呢又卖了30只卖了30只当中，在运途中有2只不堪运途，然后又死掉了。
啊，那2只死的猪算哪里？是算卖掉的30只，还是算117只里面的2只？都乱讲，你知道吗？所以到现在到底有多少只猪，没有人知道。所以我都觉得整个台中市政府还在鬼扯，结果运到高雄那个还用嘉里大龙的，用嘉里大龙的时候，他偏偏还不告诉你啊，我上面有没有运猪？这到底这是什么鬼故事啊？从一开始有多少只猪，到最后到底有多少那个运到哪一些城市，然后做成了多少视频，没有一个讲得清楚的。你刚才讲这段，我也觉得这段有点怪，就嘉里大龙这段，对，就是我运了就是运了，那我运了我就，因为我必须讲，事情发生过程不知情的人。基本上都不是你们大家的责任嘛，我就是运了以后，你问我有没有运，因为这一定包括要运、要托运、要什么什么都有单子，都有什么，那一定那我就跟你讲，我运了，那就是这个样，那又怎么样呢？好，也许我要花功夫，我需要消毒，我需要什么什么，这是一回事。可是为什么要如果照媒体报道，虽然嘉里大龙有出来喊冤说误会啦，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可是如果照媒体报道，包括因为市政府开罚嘛，对。开罚300万，就表示他们的认定是觉得你就是有隐匿或什么。是为什么要隐匿这个事情呢？我跟你讲啊，他现在说然后2辆车嘛，然后他就骗你啊，明明2辆车都有 GPS， 又跟你骗你说啊，我只有1辆车装。然后呢，我跟你讲，这代表什么？就算他不知道猪的问题哦，因为他们现在讲说，因为不知道猪啊，什么是有非洲猪瘟的猪啊，他一定有运怕被查的东西，所以他才要扯谎。他一定有运非法的东西，或者是怕被查的东西，所以他才要跟你们说谎。所以我的意思是，而且这个为什么发现嘉里大龙这件事情，是因为那个买猪，其中买了2头还是4头的彰化说啊有啊，我们有买啊，然后我们运到哪里去？还不是你台中这边所以我的意思是，这从头到尾他们说了一个谎，然后必须为了这个说谎开始要圆更多的谎，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没有把这个全台湾2000亿产值的这个相关产业链放在心里面，他们从头到尾只有想我要怎么样圆我的谎。我从来都搞不清楚。我现在就问啊，你以为事情是从10月10号开始的吗？不是哦。为什么我跟你讲不是？9月30号，据说他去买了2只猪，而且是公猪，好像是种猪啦，好像是要来配种的。那你莫名其妙在这个时间点买了2只猪要来配种，然后之前什么5月份上传24天有在烹煮的，6月突然之间上传8天，7月没上传，8月什么上传1天，我在怀疑会不会他的猪早在6、7、8月都已经开始出现状况了，所以他才猪死了，所以他才去买种猪要来重新来配。然后要来重新来配，就没有想到又持续在死当中。不然你告诉我，怎么刚好都那么巧？你9月30号买了2只种猪，然后你10月10号猪开始死，然后呢10月14号人家去查你的猪的前一天，你10月13号还知道要把30头猪卖掉。这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鬼故事啊！没有一个正常的逻辑会讲得通的。然后到现在说啊，我觉得这个从头到尾，我觉得台中市政府，包括从他的那个清洁队，就因为清洁队。就是要有那个厨余嘛，而且那个好像就只有那个什么无期的那个清洁队专门只有出的给他嘛。我从头到尾都觉得这个清洁队跟这个猪农，还有这个猪农跟他们的动保处，还有动保处跟农业处之间，还有甚至到那个台中市政府，我觉得他们好像从头到尾都在掩盖一件事，你不知道在掩盖什么，但你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金絮其外，败絮其中。他们这5、6年来花了18亿在搞什么购物节，有的没有的。结果林佳龙当时在2018年弄的一个焚化炉才要10亿，你如果当时焚化炉给他投资下去，2021年焚化炉就已经出来了，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些厨余的问题？不会搞到台中市政府一天产出快要200公吨的厨余，200公吨就要100公吨去喂猪来吃厨余，不是猪非得吃厨余，是你的厨余需要猪来去化。如果这些猪不吃这些厨余的话，我跟你讲，你台中的垃圾的问题不是只有大里的垃圾35万公吨的问题而已。那个小虎哥，我跟你讲，我现在发现整理之后，我觉得台中市真的是个生态的浩劫。除了大里有35.8万公吨的垃圾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之外，
8月份的时候传出什么事情？竟然有那个馊水啊，弄到他们的市区里面啊，说后来就说什么黑心的馊水啊，他们说这个台中黑心水肥业在1000公吨的粪尿当街排入市区下水道，超额画面曝光，这是8月22号的事情。然后呢，结果10月份发现有这一个猪的问题，然后这猪可能没有吃过这个烹煮的问题，然后再来好。有趣来了，现在因为全部都这个猪也不能再喂了嘛，哈，不能吃馊水，目前为止，结果现在又说什么？竟然台中有11个地方，包括后里啦、沙鹿啦、雾峰，全部台中县现在有11处，都在每天在倒，就用掩埋的方式嘛，就是用掩埋的方式，然后就这样倒。然后你有看到它有那种不织布或者是那种密闭式的吗？他们讲说撒木屑为了防止恶臭，然后要搅拌，因为不是单纯弄，你掩埋以后还要去。台中市环保局的意思是说，该做的他们一定都会照着程序去做。可是问题就是在这，就是当你前面被大家在质疑很多的时候，你后面这些大家就开始问号也会有。谁敢说这些的没有非洲猪瘟的那个病毒菌的问题？你现在知道是哪里出来的吗？不知道。那你确定你现在到这些没有这些相关的病毒菌的问题吗？不知道。然后你就这样露天，然后撒木屑，我都不知道木屑可以怎么样，这可以杀菌是吧？然后你连个最基本的，好像这个密闭的一个塑胶袋还是什么袋子让它绑住都没有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闹，现在连我们的江河树啊 ，River and Tree 啊，都出来为台中的好山好水来捍卫啊，开始痛骂，而且据说现在这些地方已经不让人家亲近了，进去了。所以我觉得台中现在感觉到，你知道什么吗？就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泡沫，好像金絮其外，败絮其中。这个败絮其中的，现在越吹越大，越吹越大，现在即将要整个大爆破。不管是你的看得到垃圾山，看不到的地下水的1000公吨，1000公吨的粪水，还一度说传出什么粪水接到什么水。台中人你也太可怜了吧！台中是我们，如果印象中没记错的话，在那时候。星光那个台中的星光3月还没有那个炸开的时候，那个是我们消费最高的台中人消费最高，可以说是所得啊各方面都是佼佼者的情况之下，结果给你弄粪水啦，给你弄掩埋垃圾山啦，现在不演了，直接11处台中县，然后全部到这一些厨余，台中县民不是县民吗？焚书坑儒，本来以为是坑卢秀燕，现在是焚书坑什么厨余的厨余。不是，当然你说像嘉里大荣海院那块，我不知道，当然各种可能都有。那惠珍会怀疑说是不是有不敢让大家知道的一些。那但是我说是不是有可能大家就是怕麻烦，怕我要讲的话，你们要东查西查，我也麻烦，会不会影响我以后的都有可能。可是重点就在。就是如果照高雄市政府开罚的角度，你就是不该隐瞒。那这种事情我就讲，因为本来责任都不在大家身上，大家就是想办法找出来源，那来源很难，可是想办法防堵，这个是最重要的。现在不就应该做这好？可是这又会牵扯到另外一个，来将军讲完以后会淑慧等一下回应这一段，就是包括林佳龙他们就讲说，你们就是台中市政府从卢秀燕上来以后，那林佳龙他们就说你逢龙并反，他的所有东西都要这样。将军，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现在，包括很多民进党的人，像王一川他们呢，都在强调这一块，为什么？因为其实厨余用来喂猪一点都不便宜。大家不要认为说厨余收水嘛，喂猪一点都不便宜，它的过程其实不比饲料便宜所以说你说是为了省钱，不是？是为了要解决这些过量的厨余，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把可以吃的让猪吃掉。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厨余养猪很便宜，一点都不便宜。那我想这2天台中市政府的危机处理叫做理由五花八门，说明讲的全国晕头转向。我告诉大家多复杂，光是兽医师5种说法，然后消失的11头病死猪，再加上200吨不知道去哪里的厨余，到处乱倒。你想想看，5种说法，11头病死猪，200吨这个到处乱倒的厨余，搞得台中市政府不断的编理由。那我试着刚人俊没有圆得很漂亮。我试着帮这个农业局局长圆一下，也就是说，他辞4日的时候，我从头到尾没有想帮他圆，因为我觉得非常荒谬。对，我看我会不会圆得漂亮一点就是他第一时间这个农业局长说没有，我们有特约的医生去看过，
因为不像是非洲猪瘟，所以就没有做这个取样筛检嘛。那因为当时他认为市府的这一个公职的医生就是特约医生，这我唯一能这样讲。他以为是，后来发现不对啊，他不姓纪哦，对，不是姓纪，姓王。他以为市府的公职的医生姓王，后来发现，那个人没有医师执照，也不姓王，搞错了，姓纪的跟姓王的都没有去，3种说法喽。然后第4种就是说其实是市府的公职的医生去了啊，然后到了现场呢，有没有解剖？应该没有。他今天又讲有解剖，到了20号那天，市府公职的兽医师到了这个乌七案的现场，他现场有解剖，5种说法，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第6种。到了20号那天，市府公职的兽医师到了这个乌七案的现场，他现场有解剖，5种说法，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第6种。那么奇怪，为什么他说那大家就问说，那这个公职的兽医师到底姓什么？他不敢说了，他又说错，干脆就说公职，不要说姓。这是唯一我能够帮农业局局长圆的地方。可是卢秀燕市长，我相信农业局在对外公开说明这5种说法的时候，每一种说法一定都有跟卢秀燕市长汇报，一定都有。第一时间说这个特约兽医师，卢市长你知不知道？我认为一定知道，否则这个农业局长不敢贸然就跟对外说明。等到第2天，这个纪姓兽医师跳出来了，他不姓纪，姓王，姓王的说法，请问农业局长有没有跟卢秀燕市长说明？一定有啊，那没关系，那你就说明好了，我们不是姓纪的，是姓王的。第3天说王纪都没去。有没有跟卢秀燕市长说明？一定有嘛？那卢秀燕市长你不火吗？你不火吗？他一定很火啊！你到底搞什么？到底姓王还是姓纪啊？还是姓王纪啊？对不对？到底叫什么啊？那好吧，那既然都不信，你就说明。像你刚讲的这一段，我相信如果要是卢市长听到这几种说法，一定生气啊，一定会，一定会，就是你们调查东西，现在一定，因为他跟他一定说你要给全国所有的民众对一开始危机处理也是这个样嘛，你不要让他处理好几次，是处理好几次，一定就越来越糟。那一定是第一时间，就算我还没调查清楚，那一时间你也许会被有人批评，有人骂，但是讲我要给大家最详细一个调查结果，那会尽快出来或什么。但是好过是这个样，他一定会生气。他生气怎么办呢？就你们，因为不可能是他自己去调查嘛。那这些为什么这些官会搞成这个样呢？对，就是卢市长这么好骗吗？卢市长这么好骗吗？还是这7年来，将近7年的时间当市长，你对于这一方面根本没有琢磨。所以农业局的局长跟你讲什么就是什么。你这么好骗吗？我不认为卢秀燕好骗。卢秀燕认为先把这个事情降温灭火就好，剩下是慢慢来做。可是目前遇到了这种所谓的非洲猪瘟的疫情，不能这样做。要在疫情发生之前，就是前端，很多人说这个猪瘟怎么来的？我告诉你，绝对是猪吃进去的。因为非洲猪瘟就是病从口入了，它没有第二种。问题就是它吃到什么东西？对，一定是吃下去的，绝对吃下去。它吃到那东西是来自于哪里？这个就很难了。对，就是病一定从口入，非洲猪瘟不会从空气里飘过来，不会，病从口入，所以一定是他吃的东西。那么无期这个饲养猪的这个猪场都是吃所谓的收水嘛，就是所谓的厨余嘛。那这个厨余就只有一个来源的地方，就清洁队。没有，我等下跟你们。那如果有很多来源的地方，那请问农业局有没有管？你知不知道？动保处你知不知道？如果说你的厨余来源有2个以上的地方，这就失控就失控哦，农业局失控哦，动保处失控。你会让这个，猪肉是给人吃的，我这不能说跟姚老师讲的一样，猪死了没人下台，因为关人什么事？人死了没有猪要下台。对我觉得你不能用这么通俗的方式说，那猪随便，但是猪又不是人，没有关系，猪肉是人吃的，猪肉是人吃的，猪会传猪，你会让猪肉整个市场崩掉，所以你不能不管，所以。动保处，如果你确切有掌握这个养猪场它的厨余来自2个以上的方面，这2个以上方面都要追啊，
合法的、非法都要追出来。将军，你刚刚讲这个，因为为什么我刚刚讲国民党那个首席副书记长那个林佩祥委员今天会直接指要，这个已经指到那个中央部会了，叫一个是我们的农业处长，农业部长，然后另外一个是财政部长，因为包括海关啊，包括所有那些是海关的，对，是财政部嘛。他直接要求这两个说，等到这些处理完以后，这两个人要下台。那他的逻辑一定就是。因为不可能是在台湾出现的嘛，一定不知道从哪里跑进来的。当然，我们知道你客观讲，他有可能，当然有可能被人家透过海关私带进来。虽然我们查得这么严，也有可能是有人走私进来的，有可能是被海漂过来的，就是它的来源有很多种。那你没有办法完全确定，可是可以确定的就是，一定他觉得就是从外面来，所以你中央这两个单位，一个叫农业部长，一个叫做财政部长，还会叫。然后我就讲，然后包括民党王一川就直接指这几天处理的这个模样，农业局长、环保局长，那台中这两个要下台。现在大家已经直接开始对干成这个样子啊，每个都直接点名。说实话，你只要进出国，你就知道这个海关查的真的很严。当然你说再严，是不是还是会有漏网之鱼？我不敢讲，一定没有。可是他们也查得很严。可是你说其他地方有没有？当然有可能这样。可是这时候大家就不会管到这个，这时候一定是先把手指完以后，然后大家再开始。反正我如果不先骂，我好像我就没有熊美不，就是这个样。这骂下去没有意义啦。对，我觉得哈，你说是外来的病毒一定啦，这病毒不在台湾。那你说是个人携带还是怎么样？没关系，我跟你讲，这一定会追出来，因为你先总要追出来这个厨余是从哪里来的。现在连这个病毒的厨余的来源都不止一个。你这不是很难追吗？第二个就是说，在事情发生之后，你第一线的处理荒腔走板嘛，厨余从哪里来的搞不清楚，不止一个，然后呢，病死猪的死猪还有11头不见了，对，不知道去哪里了。我刚为什么不讲？对，不见了。对，财经专家最在乎数字嘛。而且我帮大家统计一下，我刚刚算了一下，最有可能是342只。你反正就把这195只是销毁掉嘛，那之前死117只嘛，然后还有30只是卖掉的啊。对，就是有11头确定是有状况的猪不见了。那他都死了，去哪尸变了吗？不会嘛，他绝对是不知道运到哪里去了。这也是后端处理、地方处理的这问题。第三个就是。你不能吃厨余了，你的厨余到处乱倒。你明明知道这个猪会生病，就是从厨余里面得到的病毒，不管厨余从哪里来，我们先不管外来怎么样，都不管，就是从厨余得到的病毒。你的厨余还乱倒，那不是让这个厨余直接扩散到11个地方，台中11个地方。所以我说你没有做好预先的防范，到了中间的处理没有精准，到了后面后端尸体厨余也都荒腔走板，所以这方面。你已经是让人民看到你处理危机的方式是0分。OK， 那你说你要追中央，我觉得追啊，只要你能够找出厨余是从哪里来的，往上追，不管是包裹，不管是海关松懈，还是进口的这个所谓的食物里面出了问题，我觉得都要追。但是呢，重点是先守住 OK。我知道淑慧跟吴峥两个有很多话要讲，你先让范老师表达，因为范老师刚才一直对这件事情，他的眼神告诉我，范老师，来，含情脉脉。小武哥现在已经看懂我的眼神，对，经过这么多年来的相处，是。不过我刚刚觉得，其实那个我还去查一下，那个台中市的动保处的全名叫动物保护防疫处。其实是负责防疫的。对。然后我去查一下，他们里面有7个组。就处长下面有副处长，有7个组，其中还有一个组叫做猪病防疫及这个病性鉴定组，专门一个组是专门这边专门管猪的，专门管猪，他没有说什么牛病啊，什么鸡病啊、羊病，没有，所有的动物里面只有猪病防疫，还有鉴定这个病性鉴定，就是他生的病要做鉴定。我看一下里面有9个人啊。算是各组里面算人比较多的了，他是针对单一的动物比啊，对吧？反正他重视嘛，可是当这个陈姓老伯伯，他5月份的时候，他那个高温蒸煮的那个照片上传，他5月份传了24次，5月几天才31天5月我看的是还放了9天假，他连放假都传很努力啊，结果到了6月剩8次，我这个动保处的人。如果是负责这个业务的人，我一定会觉得紧张嘛。第一个，是不是阿贝亚生病了？
你不管猪也该管人吧？打个电话去问，陈老贝啊，你是不是生病了？怎么上个月传了24次，是这个月只传了8次？因为动保处看不到那个资料，因为那个资料在环保署，又是环保局的，所以就是很上传资料传到环保局，因为那个是厨余是环保局的，而且是环境部架设的官网，所以它那个是厨余的再处理的运用的检查机制，所以那个动保处的人应该看不到。他照片传到动保处。对，不是，应该是要传环保局，所以动保处环保局要去稽查，所以动保处看不到，对，所以是环保局要去稽查。问题这个事情攸关我们台湾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没有一点横向联系吗？对不对？最基本的嘛。好了，就算你传给环保局，环保局不会觉得怪哦。5月24次，6月剩8次，然后到8月0次，猪不用吃东西哦，你环保局不会，你没有警觉吗？对不对？所以你应该要赶快去做check啊！从5月24次到8月0次，不觉得这个数字多不拢？还是说传了之后都没有人看？环保局根本没人看啊！所以传0次还不管你啊！所以会不会到后来已经变成行礼如仪？对啊，就大家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段确实大家本来就应该要检讨，因为。为什么当初要税？我再讲一次，我们从110年开始，原则上是不能用厨余。可是有规定200头以上，你有特殊设备，然后你有经过什么什么的这些，所以这些原则上都是符合。可是刚刚有一个，就是你要传嘛，就是当没有传，如果也没有人管，大家都只变成新流，因为好了，这是一定就表示有哪些地方螺丝松了，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们就是又不是非洲猪瘟的疫区，那其他的病。那应该也还好吧，如果有的话，反正大家就行礼如仪，这样就会变成这样了。对，然后今天要讨论，我们今天也算长了知识了啦。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兽医组啊，我以前不知道。确实是有规定，农业部有规定，就是说，兽医师指导下，于诊疗机构然后协助执行兽医工作要4年但是他也没有考试，他就是这个兽医师说，好了，你有协助我就算，然后就可以拿到兽医所。对，所以其实他也没有很严格的控制啊。这个兽医所讲了点，那个兽医师说好心说好，对了，你有来4年，我就让你拿到这个 license， 他就可以既然他就可以处理这么重要的事情，那不是很荒谬吗？然后后来发觉这位这个王姓兽医所还只是一个这个药商啊。而且他隔空问诊，对，隔空问诊，他这个 sales 你能够想象，如果我们哪天去看医生，结果怎么发现什么医生怎么从诊间出来了，走掉了原来那个医生不是医生，他是来推销药品的 sales， 他假扮医生，我们给他看，我们不会吓死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怎么会这样子搞？然后我还查一下，他这个养猪场是在哪里？是在无期嘛？无期其实是靠海边。对，我想说那个地方。是不是很偏远啊？然后这个没有什么兽医师，就我一查，无期跟这个附近的沙鹿有8家兽医医院而且蛮密集的，看到没有？还蛮密集的，好多家，什么夏洛克啊，名字也蛮好听的好多家就我看一下有8家。那会是看狗跟猫的会不会看宠物？对了，但是他也是兽医，可是兽医有分也还是有分科有科对啊，但是我是觉得。应该不至于不像这个什么古关啊那么偏远的地方，它其实离市区还蛮近的快速道路很近啊。为什么搞了半天没有一个兽医师到现场？我也觉得很奇怪。它其实离市区还蛮近的快速道路很近啊。为什么搞了半天没有一个兽医师到现场？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那个陈姓老农，他一开始就没有通知兽医。对啊，对他也不想通知。他觉得就刚刚讲嘛，他觉得他相信他自己。他相信他自己过去被整年起地的经验。一定。他应该去中兴大学兽医系去当那个讲座教授，经验丰富嘛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的这个螺丝到今天为止，就变成说，因为你要去圆一个谎。就必须要用更多的谎来圆嘛，所以就变成我们常讲叫破窗理论就管理学上，这一个窗子摆了一个房子，窗没人住有人就把一个窗子打破了，然后大家看没事啊，每个人都去拿砖头去砸那个玻璃嘛，现在就变成说这个窗子破了一洞，现在要钻一个破的洞，你就永远在补窗子嘛，所以你看现在这卢秀燕是手忙脚乱嘛，然后今天记者有议员问他问题他不回答，他就走了，他说我们谢谢议员指教。
就变成这样子，因为变成漏洞百出嘛。然后你下面的局处长又没办法帮你解决问题，然后就一直发现问题。然后现在大家看到吗？连这个货运公司，这个大荣货运，为什么嘉义大荣？对，就是说大家也不晓得他为什么那么隐蔽。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一件事。对，大家觉得你是，而且他说他的车子里面2辆车只有一辆车有 GPS。货运公司的车子应该都有 GPS 吧？这我老板我一定要知道你这个员工跑去哪里啊？搞不好你车子停在那个高速公路旁边睡觉，那我看到这个车不会动。所以这个就很多地方是大家觉得好像跟我们的日常逻辑不太一样。例如说，我们看到那个厨余要烹煮90度以上1个小时，结果他们卫生局局长曾子展局长说烹煮70度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只要20秒，大家都煮过泡面吧，对不对？这个怎么可能水要煮开？怎么可能20秒？同样只要煮沸嘛。何况是厨余更是对大家都觉得可能不干净的东西，怎么会讲这种跟一般我们生活理念都觉得好像无法理解？然后你看刚刚讲过这个运租的车子，大荣这个车子，你说车上没有 GPS， 大家也觉得很怪。所以我觉得啦，就是说这件事情就看起来就是说台中市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见机履机。然后感觉就是已经从10月10号到现在已经10月都快过完了，到现在为止都还没解决，所以大家才会感到愤愤不平嘛。那你看现在连这个八方渔局那个做那个锅贴的，他们现在已经说要用鸡肉锅贴了，也没有猪肉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业者大概也会受这个问题出啊，对啊。我觉得我们讨论到现在，其实2个字了，我觉得2个字可以形容现在台中市政府整个的表现，就官僚。因为我其实也在想过，就是说你台中市政府到底是笨还是坏？你怎么会对资讯扭曲到这种程度？你是不是故意想要隐瞒？是不是故意想要欺骗社会？但我觉得这样说实在也没什么道理，因为如果非洲猪瘟病情真的整个疫情蔓延开，超级惨，那台中全部沦陷，对台中政府也没有好处。当然，对啊，那可是那所以他没有道理要去这样做。所以怎么会荒腔走板到这样啊？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我觉得台中政府也生病，就是生这个官僚病。就像我们刚刚讨论到现在嘛，其实我们这边讲一讲，然后观众朋友看到现在，其实会觉得说，对啊，我们等于资讯拼起来，就是我知道你这个猪场之前你就没有再上传蒸煮了，所以你吃的饲料到底安不安全打上问号，然后你又叫了种猪来，可能表示场面有猪开始少了，然后你又死了好多头猪，那这么明显的事情，所以你死了50几头一定有问题了嘛 ，something wrong 嘛，你怎么会不裁剪呢？这好奇怪哦，怎么会这样？可是其实刚范老师也讲到啊，就是我们来宾大家都同意嘛，其实就官僚啊，对不对？因为你说原来资料放在环保局那边，我动保处到场的人不知道他没有在落实高温厨余蒸煮了，那好，那就是大家各推各的嘛。那如果顺着这个角度继续下去，很多事也可以解释得通啊。那为什么对于这个兽医师的状况掌握这么差呢？因为14号是不是台中市动保处的人到场，然后这个场主跟他讲说有啦，我跟这个特约的兽医师讨论过了啊。动保处人想说那个是农业局主管的，因为特约兽医师是列在农业局的业务范围嘛。说那农业局既然他们 OK 了，那好没问题了，那我们就回去了。那然后农业局的人，而且是很奇怪然后那为什么农业局的人不知道他的这个张姓兽医佐跟季姓兽医师没有到现场呢？因为动保处的人说他们有去看了嘛。动保处说我到现场没状况，所以很奇怪。因为今天台中市政府是告诉我们说，王姓兽医佐主动通报动保处，为什么14号动保处会去？是王姓兽医佐跟他讲的打电话跟动保处讲说刚才怪怪，所以动保处14号才去的。然后王姓兽医佐14号打电话给动保处，叫动保处去检查，动保处去检查完过了10天，到10月24号，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市长还在说有，我们的特约兽医师有去。这个资讯完全是断裂的，完全没有在横向的交流，所以就是说整个官僚大家各自为政，然后好像不是我的业管范围，直接业管范围我就不理，就退让反正农业局说 OK， 农业局说反正动保处说 OK， 就没事了，所以搞到整个疫情猪开始死以后，过了10几天，我们现在还在追那个时序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危机其实对卢秀燕市长来说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等于是他执政8年以后像一个总体检。像我们刚刚讲到厨余的问题嘛，因为大家看了这个照片觉得很惊心动魄。那这个确实是台中市现在基本上发生状况。我白话点讲，其实就找10个地方挖个大洞，把每天的厨余倒进去，然后到时候满了再填起来，就这样子，没有更多了。
哦，所以也不用说什么有没有什么技术啦，什么都没有，就是赶快想办法挖个洞把它埋下去。那所以你刚刚讲到这个民众党的台中市议员江和树今天也跳出来嘛，说雾峰人不能忍啊，你不要欺负我。那我们说不是蓝白合吗？难道蓝合破裂？也不是，实在是因为说，其实我们本来讲说厨余可以做堆肥，但讲那个生厨余就是说本来是果皮啦、西瓜皮啦、生菜啦，跟你平常吃完高油高盐的那个熟厨余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到底现在下去。因为你是一个紧急处置措施啊，你会不会造成后续的环境问题？因为你高油高盐，你的水分也没有沥干，所以后面你埋下去以后，其实也没办法做堆肥了嘛，因为现在就是掩埋，所以那变成一个基本上半永久在那边的问题。OK， 对，所以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台中市政府现在面临这么多的困境？其实跟我们刚刚讲到，卢秀燕市长任内把一些本来的焚化炉计划推掉啦，生质能源2期厂计划推掉啦，其实有关系啊。所以我只能说，这个卢秀燕市长之前做的，你各个方面东破一点西破一点，到最后现在一口气全部加起来就是很严重。当然，其实你说以卢秀燕卢市长卢妈妈，那一定会很在乎，包括食品安全啦，包括所有这些。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那过程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那卢市长他有讲，他们用最高强度要来处理这件事情，那会跟中央一起合作，一定要把这个就是一个个案就锁在这个地方。那希望就没有其他一些个案。那你先听一下，来。台中市我们现在是采取高强度的防疫工作。那我们希望把整个的事件锁在这个台中市里面那不要外溢。我们也希望尽快的能够清零，并且达到解封。所以台中市政府全力以赴跟中央一起团结抗疫。谢谢。厨余的这个去稽查的这个次数也没有很频繁，他们认为有一点怠惰跟懈怠，不知道市长怎么看？谢谢议员的指导。所以那其实卢秀燕她一定会希望就是这件事情，那也就个案锁在这儿解封，就像她说的。可是刚刚讲到那个过程发生的这些东西，如果照一般有些市长的处理，一定有人就会有震怒或者什么，怎么可能会那个局处之间会出现像这样接触？那可是对他来讲，那刚才我真的特别强调，是不是施政这几年7年8年会变成一个总检讨？那因为他毕竟是国民党到目前为止来讲，2028最有野望的一位。所以所有这一些看起来的话，对于他，这确实是他在从政的过程上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危机处理。当然现在大家会上纲到政治的程度甚至上纲到说，这会不会成为他问鼎2028年的这个一个危机但在我看来，这还是一个市政的危机，市政的事情要去处理，尤其是一个防疫的事情现在看起来就是锁在这个单一的个案如果没有扩散的话这对台湾来说是一个万幸我们也希望说就是一个个案那过去卢市长这8年的市政大家也可以看到，他跟中央之间一直保持着一个相当友善的态度如果中央给台中一些什么政策上的支持，他也都不吝啬的感谢，不管是在蔡英文的时候，或是在赖清德的时候。我想这个吴峥在这里你也不能否认这个中央给台中的一些捷运的建设，他也每一次都公开的肯定。他有的时候会中央如果有什么说什么话，什么国民党的人骂他也有过，他出来讲说应该要支持。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应该很难过的是，这个民进党现在看到他这发生这个事情铺天盖地的从细节开始抽丝剥茧的去攻击他。不过没有关系，反正政治人物就是要接受检验这个我今天非常好奇的去问台中市说，那个陈姓老农到底什么时候通报台中市政府的这有答案吗？没有通报。他通到没有通报，是化市场通报的不是那个王姓收益发现不对劲，对，所以你知道这种事情发生以后你知道当事人养猪场的人他不通报的结果，就是会让这件事情变得第一时间市政府出现了处理的这个时间空差，然后再来就是他到底通报哪一个兽医师什么的这些。他们也只能第一时间从那一个老猪农的口中去得知所以会有那些哩哩啦啦的这些错误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公务员他就是要一肩去担起这些的因为那个老猪农就是一个老人家，你能拿他怎么办？对啊，刚才吴峥后面那段发言的时候，把这件事情某种程度扯到。林佳龙跟卢秀燕之间，我不知道算不算夙愿。他刚刚特别讲说林佳龙的一些建设或一些计划，网络上这几天也有在传。对，可是唯一一个事情就是王一川跳起来说，
这个卢秀燕把这个当时林佳龙这个厨余拿去生质能发电的这个政策给推翻了。如果有这个政策，厨余就不必养猪了。有这么简单吗？我告诉大家啊，第一个生质能发电，在这个外埔地区的生质能发电厂，它在2019年就开始发电了，一天处理100多吨的这个厨余啊，然后一天发1万度电，而且是全台湾第一个生质发电厂。所以王义山，你去做一下功课好不好？环境部常常拿这个生质能发电厂来做政策示范呢，而且要陆续再盖第2个、第3个。你怎么会说台中把这个生质能发电的政策停下来呢？没有，2019年就发电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便有这个发电厂，台中还是有很多厨余没有办法处理啊。我告诉大家，6都的厨余全部都有喂猪，6都。台北、新北、桃园、台中、高雄、台南全部都有，所以6都都错了吗？没有办法，我告诉大家，重点是没有煮要蒸煮啊，对，是蒸煮。我告诉大家，刚刚这个于将军说的哈，养猪的厨余只有一个来源吗？没有。我以前在公家机关待过这么多年，譬如说，尤其是乡下的养猪户，庄仔头附近呢，餐厅附近呢。养猪场就直接给你一个厨余桶，你厨余那个倒一家，我按下来收，他就收走了，不一定透过环保清洁队员，这种左邻右舍的比比皆是，但这是违法的，你能说他错吗？对，他是违法的，可是谁抓得到？我们环保清洁队员人力永远是大缺的，不管哪一个县市，他们每天要收很多垃圾，他没有办法大街小巷，甚至是乡村里面去看那一些厨余桶。是不是养猪户放在这里的？好，餐厅也是，他直接收了就走，这是第一个。好，所以来源不是只有环保清洁队，好，他就是直接跟餐厅谈，哦，我直接按时来收哈，这汤啊放在你家，哦，你直接倒来对，好，我告诉你，连我们都是。台北市的厨余说分成2桶在收，第一桶是堆肥，第2种是养猪的厨余。我们的环保清洁队员因为一直要这样搬不好，所以直接用养猪户的厨余桶放在那边。好，没有关系哈。我告诉大家，日本的厨余都养猪，我们应该要学的是日本。为什么？我们把这些厨余分散给养猪户自己去蒸煮，很多养猪户真的都是老人家，他没有按照 SOP 的时候，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的环境部说要求你每一天哦，一年就365个影片哦，多少养猪户？环境部的这个影片有没有警示系统？只要一天没有传就有警示系统，也没有啊。那可不可以像日本一样，是统一蒸煮好、处理好，变成产品，再去给养猪户？对，你给养猪户，大家知道养猪户它不是一个，我们的养猪户大部分都是传统的老农，他真的有一些，他真的不会每一天去拍煮的画面，再去上传。他可能有一阵子有年轻人，有一家孙啊，改传一传，家里没有年轻人帮他用了，他就不传了，这种都有可能的，说真的，现在环境部就去清查他云端资料库，所有的养猪户365天是不是都有齐？我告诉大家，一定缺很多。我补充一点哈。那个台中有这个生质化处理厂是对的，但它一天是110吨左右，110吨。那可是全台中生产的厨余是200吨以上，可是它处理的能量就这么大。对，它处理不了。我以桃园为例哈，桃园一天产生的厨余是153吨，那我们观音的生质化处理厂是370吨，所以我们是超过。OK， 那桃园为什么会有将近90个养猪场是用厨余喂猪？因为它申请，它养的猪必须吃厨余 ，OK， 所以经过了桃园市政府核定，然后这个收水这个厨余不是谁都可以收的，整个观音有一个专责的蒸煮厂，那它的能量不够，桃园有外包几个专责的蒸煮厂，所以你们没有挖洞？没有专责的蒸煮厂，就是你要喂猪的这个农户不是自己去收厨余，是跟桃园市核定的哪个蒸煮厂，然后这个蒸煮厂环保局是每个礼拜都要去，就他要帮你去做所有的，包括他拿到的是产品，这些他拿到的是产品。OK， 那所以是这几年改了，对不对？对，因为当年郑文灿也有去罚过，对，罚过，没有蒸煮。我当议员开始，我们就有在推这个事，就是他去收的就是成品。
我当议员开始，我们就在推这个事，就是他去收的就是成品，就是煮好的1个小时以上，所以我才说其实是前端管控出了问题。那其实我再次强调，用厨余养猪比用饲料养还要贵。好，来任俊怎么样？刚刚淑慧讲的，其实这就是社会的真实现象。但其实，在这整件事情里面，我觉得大家的那个真实现象，跟现在大家讨论其实有点脱节了哈。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厨余桶不会是只有乡下有了。我们家附近那个巷子口，以前大家会看标准配备蓝色一个盖子，上面一定盖木板，也没有很复杂的啊，就是一个木板，你要什么东西都丢进去，就有人来收哦。但现在问题不是这一个，是因为。如果今天这件事情要成为我们因为有非洲猪瘟的这个作用，那我只能讲我们还好，庆幸过去几年没出现，因为它代表管理是一个大的漏洞嘛。因为大家都说哦，因为这个厨余没办法，这个是好吧，那所以因为没办法这3个字，我们真的只能庆幸哇，那过去那7年我们这个什么都零检出，那真的是阿弥陀佛烧香拜佛来的啊，现在出现了没办法，为什么啊？因为本来就有破洞，可是我觉得问题回来了哦。就是说，今天这个漏洞当然要补嘛，所以我刚一开始讲说，你要讲说这个什么拼多多什么东西弄进来，对不起，也没有针对你们家了啊。但我的意思说，针对有漏洞的地方，以后如何去查验，我觉得当然要。可是问题是在这整个事件里面，那个出现之后的整个处理的过程是让大家非常质疑的。就像你刚刚讲说，厨余能不能挖个洞？但是以前我在部队的时候啊，因为那个厨余车没来收，我们可能搞1-2个礼拜厨余就是就地掩埋。可是如果今天从这件事情再回来看，掩埋是一个好方法嘛？也就是说，你今天掩埋，你说弄一个那个帆布哦，那个塑胶袋现在最下面，它也不是说真的挖洞你把它倒进去，它还是有一些简单的防护。但是因为那个东西它是具有传染的一个污染性的东西，我今天把它给埋下去了，今天看军不小心走过那边没事踢到个石头什么样啊？那里面就是沾到那个收水的那些东西，它有残留物在我身上，我就是一个带着这个病源到处跑的人。就今天大家来看待这件事情，如果已经确认厨余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是一个导致今天非洲猪瘟就今天发生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我们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面，还告诉大家讲说啊，没办法，我就是只能这样做，因为量太多。那我也讲实话，那真的只能求神拜佛啊。过去7年不是我们防疫有功啊，不是市政府查多么努力啊，不是因为海关边境多么的认真，而是因为我们还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而已。不过刚才我很端补充人菌一点哈，其实最可怕带源的不是人菌啊，是鸟。是鸟哦，对，当然不是人，本来就不是人菌啊。我跟你讲，你这样跳得太快了，人家有人就在，是他举例，他走过去，凡是人走过去，他的意思是这样。最可怕的是鸟，因为你那个铺天铺盖的哈，那个东西鸟会来吃，吃鸟脚踩了以后再到猪场去，那个就带走了。所以最可怕的不是人是鸟。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你说好，范老师，因为最近这一阵子有好几波的民调出来，对，那你说像赖清德总统的满意度上升。然后不满意度下降，像今天那正传媒民调里头，那满意度上升是6%多，不满意度下降也是6%多，这个趴数基本上来讲的话，在1个月里面，所以一定是，要不然就是这边赖清德总统这边或者执政党做对了什么事，要不然就是在野党的人有人做错了什么事，要不然不可能，因为这几波不同的机构的民调大概的趋势也是这个样，所以好，你算那个时间大概是你说从9月到现在。这中间1个月，9月到10月这中间发生的事情，第一个9月下旬，花莲光复，你说那个堰塞湖的那所有的造成的灾情，接下来10月大概月中以前，大家的重点都摆在救灾的过程，然后包括所有的产值超人、纪连城进驻，然后结果接下来所有这些大家的焦点都在这，所以这些是造成有这么明显的一个包括一生一这样的原因吗？我觉得赖清德终于走出了这个大罢免、大失败的阴霾。因为你看到各家民调，事实上他在726的大罢免，后来823又第2次，都大失败嘛。那我觉得这个当然对赖清德是重创，特别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也都趋向保守，甚至不表态，那但是我觉得经历过这段过程中到现在为止2个月了。我觉得当然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当然就是经济嘛，大家看到这个今天的台北股市已经上27993，
将近2万8了。那其实这几年这个有买这些投资股票的开户人数是增加蛮多，而且很多是年轻人。他们就是有买一些零股啊或台积电的，他们最近都蛮开心的。像我认识到很多像大学生，有些人都有在玩这些东西那大家有感受到经济好。OK， 那再来就是说，的确我觉得。从这个最近以来，台湾的人均 GDP 超越韩国，这是过去大家很少看到的嘛。因此我觉得加上说，我觉得在这个相对比性啊，那民众党当然是被黄国昌所拖累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赖清德的好感度，包含他的这个施政的应该说他的满意度整体来讲满意是40.7那不满意是48.1那但民进党来讲是很明显的，满意83%。不满意是9.7%，所以看起来就是说，民进党的支持者开始回温了，所以他们的表态率增加了那同样的就是说，在有关于这个对赖清德的信任度信任是43.8%，不信任是44.4%，这几乎快差不多喽因为满意的话，不满意还是多于满意，大概是7% 左右。但是信任度是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大概是不满意不信任是44嘛，信任43，跟上个月比起来都差很多，对。那特别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信任是89.5%那不信任就6.1%那看起来就是回温了那再来就是本次这个政党倾向，民进党是30.7%，国民党是23%，民众党是13.9%，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支持民进党是增加了6.9%这很高就是说就一个月里面会增加这么多，甚至是7%然后再来国民党是下降4.5%，民众党是下降3.7%。那我刚刚讲过，民众党当然主要是黄国昌的问题当然大家等着敲碗看明天的镜周刊会报什么新东西那看起来黄国昌现在真的是深陷这个相关的这个包含是狗仔队的事情或者是骇客的事情那我在看柯文哲跟黄国昌，我认为分手的日子快到了，差不多了，因为2月1号，明年2月1号，黄国昌就不是立委了，不是立委，这些案子会不会约谈他？我觉得极有可能。我觉得现在检调都在鸭子划水当然我们看这2天这个上礼拜五进新闻也讲了，就是说检调实际上已经都在约谈当中，而且他们的这些相关人等的手机可能都被没收了，而且还讲了一句很重要的，就是会用国安法。我觉得媒体直接讲国安法就表示很严重，不是一般的案子。所以我觉得黄国昌如果真的明年2月1号结束任期没有保护伞了被约谈的话，我觉得柯文哲会跟黄国昌保持距离，甚至有没有可能，因为他对民众党现在已经不是资产了嘛 ，OK， 他是负债嘛。我觉得柯文哲当初会礼遇黄国昌，让他当不分区第2名，很多人搞不清楚原因有人说是不是？柯文哲也被黄国昌的狗仔给拍了，什么东西，然后拿这个来威胁他，这我不晓得。但是他们两个过去没有太多互动，而且后来这个黄国昌又担任了这个民众党代理主席，现在后来又成为主席，所以但是他对柯文哲来讲，我觉得现在可能是弊大于利。OK， 这个是，所以我看民众党的这个，而且支持度看起来一直往下降，降了3.7%，会不会再往下降？看起来看不到底啦。那国民党当然就是郑丽文嘛。郑丽文现象嘛，国民党下降4.5%，也超过3%的误差范围所以我觉得，当然郑丽文这是当选党主席，国民党党内我看有些人是蛮开心的啦，蛮振奋的啦。等于说在大罢免完之后，他们可能又找到一个凝聚点，但是会不会是短多长空？从这个民调看起来，我觉得国民党要小心，就是特别是郑丽文的一些亲中言论而且你看这2天对岸之间，哇，把郑丽文捧成为。这个统一女神对，统一女神。然后他说，他就我是中国人之外，他还说怎么解放军军舰绕台，军机绕台是保卫台湾。这种话，我觉得真的都会蛮伤的啦。所以因此，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真的要小心。可是现在过程当中，你从9月到10月，如果真的讲，我就讲一定是不知道哪一边就是一边做对一边做错，他民调就是这样慢慢出来。那如果从9月到现在，人就刚刚讲，因为923花莲光复那个整个处理的过程，一直到10月。就在10月中以前，大家关心的大概都是花莲光复这一段。那是不是也是包括像傅崑萁或许榛蔚，然后包括中央派基连程序，在民众的心目当中也会有一些影响，会造成慢慢这样。因为今天花莲光复在开灾后重建的一些的时候，也爆发了一些的冲突，让观众先看一下相关的画面来。发展光复生活街。
帮你国会，你现在在欺负高人是不是？梁仁俊，从9月到10月，其实花莲光复这件事情是全国国人最关心的一件事，它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一般民众的在认知上的一个想法？我先讲一下今天这个画面啊，是因为傅昆萁跟郑天才两个是国民党立委嘛，对。那下午的时候，在那个大华活动中心就举办这个，他们名称叫做光复乡堰塞湖受灾区重建座谈会啊。但一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傅昆萁是通知了一些地方民代，村里长，然后还有部分的灾民啊，也不是说都没有灾民。OK。但是因为有一些这个灾民，他们听到说有开这个会，是觉得我也是灾民啊。张俊好像也是光复，也是对，所以张俊才会，你刚刚看到那个气冲冲的冲进去，一进来直接踹桌子。我先讲哦，就是这个有暴力行为我们都不从，都觉得不 OK 啊。但是张俊看起来很气愤，因为他直接进去是傅昆萁坐在中间，他直接去踢他的桌子，就说你为什么不通知灾民？你看傅昆萁在当下其实没有反应过来，我觉得他有点愣住，说：“那你刚才 key 错出来那个啊。”所以才有后来的对话说，傅昆萁说现在是国会在开会，然后呢，这个张俊就立刻讲说什么跟你国会开会啊？你那个花莲县政府的官员坐在这边，村里长坐在这边，然后还有一些人在，为什么我们其他人不能进来？所以就爆发了这个，结果傅昆萁还说我早就知道了，这个我们办这个座谈会会有黑道啊，会有人来闹场，现行办把他们通通抓起来。焦点又模糊掉了啦啊！所以就爆发了这个，结果傅昆萁还说我早就知道了，这个我们办这个座谈会会有黑道啊，会有人来闹场，现行办把他们通通抓起来，焦点又模糊掉了啦啊！所以刚刚主持人问说，其实这些事情一开始到现在，突然发现到有些人的民调一开始高，突然低，我觉得其实在当下的时候，很多其实是政治上的情绪，但是你时间一拉长完了之后，政治上情绪过了之后，大家会比较冷静去看待这件事情，到底责任该谁负，或者谁做了比较多事情，我认为大家自己慢慢会有平复哦。那震传媒今天公布了一个民调这个民调是针对花莲堰塞湖的情形那因为过往其实你可以看到，包含傅昆萁等人，其实都一直在认为说，今天这个该负责就是中央，堰塞湖归你中央管或什么。那中央一直说，你今天这个地方执行应该都是由花莲来做所以你看到这个民调里面，49.9%的受访者认为说，花莲县政府在堰塞湖灾情的责任归属上面应该要负责任，认为中央的也有34.6%。也不能说，但看起来将近50%的民众认为花莲县府的责任比较大。那另外还有包含到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以政党上面来看，尽力交叉分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蓝绿白基本上就是两边跑。对，这个完全合理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在自诩为这个所谓的不偏袒任何政党里面，你看多数也认为应该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比较大。应该责任比较大，甚至如果就它的地区型的交叉分析里面包含这个基宜、花东、金马地区因为这个如果再进来看的时候，也是比例比较高的，认为应该是花莲县府在这整件事情上责任比较大。所以我就讲嘛就是说如果整个事情发生到现在，看起来要疏散避难不好意思乡镇的能量不够就是要中央来负责因为这是花莲县府讲的许正卫讲的要撤离乡镇能量很小没办法，中央来负责。可是像刚刚那个画面，为什么会引发大家的批评？因为很简单，你要重建就要拿钱。如果县府在所有的阶段里面，你通通都没有能力，为什么发钱的这件事情就一定要由县府来？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你仔细看纪连成那一天离开的时候，很多人被他感动。但你真的仔细看纪连成讲的话。他接下来把这些工作移交给谁？他不是移交给花莲县政府他移交给乡镇他移交给乡镇移交给乡镇的意思就是说，你花莲县府根本我也不觉得你能做什么了，花莲县府也没任何反应。结果每次只要出现在画面上面的都是什么我们要钱要怎么分？我们今天要怎么给怎么样？那难怪这些民众会觉得，如果真要谈，为什么不能大家一起做进来？你还选择性的挑人苏慧。你会怎么样看待包括像赖清德总统或是整个政党支持度之间的消长？花莲这件事情，那某种程度，那会不会在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花莲发生以后，当纪连成去的时候，中央会一直强调说他们
这前进指挥所或是应变中心，这次猪瘟发生的时候，也是在第一时间就说要设那个什么前进指挥所的应变中心要设在台中啦或什么，也就是说，就把这个要展现的，我觉得讲白一点，要展现的就是一个态度上的问题。这个是不是在过程当中对民众的感受上会有一点稍长？当然，如果说中央马上资源下去、人力下去态度下去会让民众会觉得，如果真的是支持地方的话，民众当然会觉得好棒棒啊。但如果下去是要给你好看的话，像当时高雄一个案件，然后徐国勇就说我要去高雄作证，那个摆明就是要去整韩国瑜的嘛，那种作证就没有必要。那纪连成的下去就真的也在做事，大家就觉得好棒棒嘛那陈时中。大家就觉得为什么不是农业部下去就才对为什么是牙医下去大家就觉得打一个问号所以两种下去可是不同的作为，民众还是会去打分数啦那刚刚前面看到说蓝绿的消长谁做对了什么，谁做错了什么，我只觉得就是吵吵闹闹，民众都不爱那国民党在这段时间做错了什么不讳言来说，就是我们党主席选举选得不太好看这个过程里面这个我之前就一直讲，如果说我们互相攻击的太厉害，没有展现出正面的话，民众就会觉得说那你们自己党内选举都搞成这样你要叫中间选民怎么看待我们嘛？那事实上就是确实会有一定程度反映在民调这边来嘛。那之前赖总统的民调满意度跌到谷底，也是因为大罢免那半年吵吵闹闹所以就是吵吵闹闹，民众都不喜欢，不管你是执政党或在野党，大家会怎么看政治人物你几刚刚没逮记者就是你骂我，我骂你，你骂我，我骂你然后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大家的借鉴，就是你如果好好做事的话，民众是会给你公道，给你肯定的啦。那当然就是对民进党来说跌升反弹也是一个不管怎么样，民进党还是有它基本盘在那里嘛跌到一定程度，那如果说大罢免结束了，然后一些政治的纷扰结束了，那回归到施政的话，那当然民进党支持还是会回笼，然后中间选民还是会不吝于给总统或执政党一些肯定的嘛。所以我觉得啦，民调之所以人家常常说民调只要不好就会说哎呀民调起起伏伏啦，我们会参考民调好就谢谢民意，政治人物都这个样子嘛好不好都有一套话说。可是我们要从里面去看的是说真的你只要有做事，你只要好好做事，不要一天到晚你骂我骂你就是你骂我，我骂你，你骂我，我骂你然后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大家的借鉴，就是你如果好好做事的话，民众是会给你公道，给你肯定的啦。那当然就是对民进党来说跌升反弹也是一个不管怎么样，民进党还是有它基本盘在那里嘛跌到一定程度，那如果说大罢免结束了，然后一些政治的纷扰结束了，那回归到施政的话，那当然民进党支持还是会回笼，然后中间选民还是会不吝于给总统或执政党一些肯定的嘛。所以我觉得啦，民调之所以人家常常说民调只要不好就会说哎呀民调起起伏伏啦，我们会参考民调好就谢谢民意，政治人物都这个样子嘛好不好都有一套话说。可是我们要从里面去看的是说真的你只要有做事，你只要好好做事，不要一天到晚你骂我我骂你像事情一发生就你下台我下台。我以前长期在公务员我要说的是一直下台，一直下台，再多官都不够。再多官都不够，而且越下台越换只会让官员越换越烂，绝对不会越换越好，没有那么多官可以换所以不要动不动就叫这个下台下那个下台。我也不赞成说什么财政部就要下台什么局长就要下台这样真的没有官可以换真的不够官做。来，吴娟。我也同意就是说人民其实会打分数那我其实自己也一直觉得说，其实做事才是执政的硬道理，你把事情做好，大家自然会给你肯定。所以大家看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整个政党，例如说国民党也会骂我们骂政府在这个之前，花莲光复救灾的时候，包含傅昆萁也说嘛，你中央怎么叫一大堆人去当铲子超人呢？也没有给人家保险，也没有给人家便当什么什么什么，你看被你搞得一团乱。可是其实，我想大部分民众对于包含铲子超人去帮忙，对于这个纪连成政委去进驻，还是持一个正面观感嘛。所以像刚刚我们也讲到嘛，就林佩祥今天说你这个农业部长是不是下台？可是其实我相信。你说要是现在去
做民调的话，你问说，哎，那农业部长跟台中市政府谁的表现比较好？我相信民调出来会一翻两瞪眼。所以，当民众有需要，特别是我看到你人在现场，我看到你出来稳定民心，看到你告诉大家现在状况是什么，我做了什么，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其实大家自然而然会产生那个安定感嘛。所以我觉得，但是我也不觉得之前的一个政治上的氛围是纯然就是说吵吵闹闹。你看我们之前讲说，哎，中国会对台湾有这个境外的渗透啊，所以我们要强化国安啊。那立法院被国民党挡法案啊，当时一直审不过嘛，也是一部分为什么要去发动罢免。那虽然这时候罢免没有成功，其实你看到我们看到这一次国民党的党内选举，其实也有人提到中国境外介入问题嘛，所以其实也不单纯是好像我们就是很喜欢喷口水，很喜欢去这个骂来骂去。所以但我觉得基本上现在中央政府或者说整个民进党其实也有意识的这样做了，就包含你看到黄国昌讲说啊，这个之前农业部预算被删，追加回来，因为民进党也同意啊，其实也没有同意啊，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啊，因为蓝白人数比较多嘛，但是我们也不再把那个对抗拉高，就说好吧，我追加进来，你点头是多少就多少了，我就努力做事。所以我觉得整个政府或者说赖总统现在的方向还是希望说用政绩赢回民心啊。来，慧珍，最后1分钟。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人民放在最前面的位置。你说为什么赖清德的民调会崩跌成那样？除了大罢免失败之外，我认为在那次风灾里面，对于台南还有高雄，其实你会发现完全本来支持民进党的，其实整个大翻转，超过50%的不支持，代表什么？因为你眼里面只有选举，你眼里面只有大罢免，你把大罢免放着比人民还要前面，这是人民给你的一个教训。那同样的，在花莲这一次，为什么这一次赖清德的又上来？因为在这一次人民也看得很清楚，是花莲县政府没有把人民当人民，没有把人民本来可以这个阻止的悲剧给阻止下来，所以当然，然后再加上记忆连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救灾的方式跟效率，然后赢得人民的肯定。那当然，在台中这件事情上，之后也会受到检验。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很多的政治人物你应该要搞清楚，你从政的目的不是为了你自己荣华富贵，是为了让服务人民，让人民的生活更好。如果说人民的生活没有更好，你觉得不管是蓝执政或绿执政，对人民来讲，事实上都不是一件好事。其实每一个政治人物都需要经过民意的检验。那每一次看到是长期的一个累积的结果。这次大家看到，那这是不是表示过去这段时间，我还是回到那句话，谁做对了什么，谁做错了什么？那当然，那这次包括在台中爆发猪瘟这件事情，那在所有处理的过程，不管是从中央到地方，大家民众还会再做一次的检验，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有收看，学员们那边我们明天见，拜拜。